想不到这个技农竟早猜到了我们的计划，反倒将了我们一军。我早就说行不通，若被他找到那些武器，按照门规，你我可是死罪。先不要自乱阵脚。即使武器上有香粉又如何？只要我们让武器消失，风蝶也找不到它。你的意思是，要将武器销毁？不，那么多兵器一旦销毁，一定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怕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我们了。能和您做生意，简直是三生有幸啊！如此低廉的价格，就算是找遍了整个赤明界域，怕是也找不到了。好了，铁老板，哎，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尽快把武器运走。好，我懂，我懂。是我们的武器。铁老板，你带人挟持我们无间门的商队，这不是我干的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劫你们无间门的车队啊！现在人赃俱获，你有话好说吗？这是我买的，你买的啊！你是跟谁买的？这什么？铁老板，你是要跟我好好谈谈呢，还是跟我手里的刀好好聊聊？是童鱼，你胡说！因为我一直跟水翼在下棋，如何跟你交易啊？血口喷人，可是会死人的。我可以替童鱼作证。各位兄弟，左右使是我出生入死的伙伴。铁老板，他偷了我们的武器，人赃俱获，居然还挑拨我们无间门的关系。你们说这种人该不该杀？该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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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今武器已经找回，事情也算有圆满结果了。兄弟们辛苦了。季兄，此事当真办得漂亮，你也辛苦了。先告辞了。你还是太心软了。
你明知道这个事情是童瑜和水翼故意陷害于你，你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铲除二人？师公，单凭铁老板一面之词就想扳倒他二人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更何况，这件事情是东七安排的，他并不是真的要给我机会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东七的制衡之术，他希望我们3个人互相牵制，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局面。若是我太轻易地把他们2个人击败的话，反而暴露了我的野心，这样东七也会对我起疑心的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扮猪吃老虎，假装弱者，让东七放松戒心。那你就不怕童瑜和水翼再出阴招吗？他们欠我这么大个人情，短时间内不会找我麻烦。若他们真的不识时务，就怪不得我下重手了。报告门主，丢失的武器已尽数找回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这2个黑子还不及这1个白子强。东七已将炼化灭世妖兽的时空碎片封印了起来，看来我的计划失败了。你何故发笑？神王，你与我的计划就这么容易被破坏吗？你太小看我的手段了。哦，难道你还留有后手？哼，这正是狡兔3窟。灭世妖兽如此重要，我怎么会只留下青楼这1个时空之门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灭世妖兽还存在于另一个出口？只不过此事已引起东七和纪宁的怀疑，灭世妖兽不能轻举妄动，要等待时机出世，才会给赤明界域以毁灭性的打击。好，明晓，你总能给我带来惊喜。东七带领无间门的势力，扰乱了应龙卫的视线，时机已到，是时候将锻造秘籍取出来了。姐，难道这一切是你设下的一个局？没错。姐，你是不是需要有什么帮忙呢？如果是，你大可以直接告诉我和大师兄啊。宁儿，黑白学宫是有禁令的，不许弟子在外私斗。我若是私下邀约，你们必定会受到学宫的惩罚，所以只好下发任务令。但我料想到你们会接下任务，果然也没有让我失望。可是天宝山是阎王府的产业，既然你觉得这当中有蹊跷，那你为什么不加以阻止呢？自从第1起案件发生开始，
我就请了不下20队赏金猎人来彻查此案，但都无功而返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才想借黑白学宫弟子之手，来彻查此事。木头，我们还是分开找吧。好。纪宁。 纪宁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出去走走。我怎么看你们俩怪怪的？行了，没事了，回去吧。 武器交易一事已经解决，虽然季农有失在先，可是及时弥补了疏漏，让交易继续进行，所以免除了之前的刑罚。通于水翼，你们可有异议？门主公允，我等岂敢有异议啊？ 好，季农，同于水翼是你的前辈，他们处理事务经验丰富，你要多多向他们请教。是，我定不负门主所托。童左使，水右使，二位。 有什么事，直接吩咐我就行了。你们3人皆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以后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同舟共济。是，门主。是。二位，请留步。我。 就想谢谢你们，今后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，也请多多指点。季星此话何意啊？童宇，你区一个无间门的从事，可是门主交代给你的任务比我和水翼还重，你让我如何指点你？ 啊！你是在嘲笑我吗？啊！童宇，门主自有门主的安排。季农，大家同是无间门的人，自当互相帮助。以后你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随时来问好了。童宇，你还是不是我无间门的人？ 童左使，你有没有听说过“会叫的狗不咬人”？你那么不喜欢我，咬我。我之所以对青楼一案彻查到底，不仅是因为这些案件发生在天宝山，更是因为这青楼其中的恶徒很有可能是当年灭门惨案的同伙。
并且雪羽道人等人肯定跟无间门也脱不了关系。可是雪羽道人已经不在，恐怕青楼当中的线索已经断了。那倒也未必。你看，这是可以探索时空能量的法宝，只要它光芒闪烁，就说明这周围存在着时空碎片，而且时空碎片中存在着巨大的能量。当时我们摧毁青楼的时候，东七忽然出现，还帮助我们一起封印了那个时空之门。据他说，这时空之门里饲养着一只灭世妖兽，但是这个时空碎片已经被封印了，为何这法宝还会产生感应呢？东七是无间门的门主，他一向颇有心计，怎会无缘无故的帮你们呢？依我看，他一定是故布疑阵，和你们联手封印时空之门，而在背地里，他还留有一手。留有一手？或许，这炼制灭世妖兽的时空碎片，存在在另一个时空之门里。你的秘密还要瞒着我们多久？你昨天晚上夜探青楼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瞒不过你。你夜探青楼，一定是知道那里面还有未查明的秘密。你独自行动，是不是不相信东七？我是不相信他，他是神王的属下。他怎么会帮助我们去摧毁炼制妖兽的计划呢？东七没有欺骗我们，他之所以效忠神王，一定是有苦衷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法宝可以感应到时空碎片的能量，它一直闪烁，那就说明这炼制灭世妖兽的时空碎片并没有被完全封闭。东七隐藏了这时空碎片的另外一个出口，他在欺骗我们。他应该不会骗我，他也许不知道吧。他是无间门的门主，他会不知道吗？纪宁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就算不相信他，也应该相信我吧。我只是担心你被他蒙蔽了。混沌之气，余威。原来余威为了压制混沌之气，竟然修炼了太上忘情。难怪神王会这么说。
平心静气，消除浊念，将所有意识汇聚于丹田之上，心无外物，反求诸己。纪宁、余威，今日课堂之上，我用心念之术唤起每个弟子的道运，却发现你二人的道运之中，竟存在相同的气息。是什么意思？一般而言，只有结为道侣，且共同修炼100年之后，两人的道运之中才有可能出现相同的气息。而你二人并非道侣，却能有如此相合的道运，实属可贵。师父，这有什么好处吗？一人修炼时间有限，两人同修，则能缩短修炼时间，事半功倍。哦，只是能拥有相同道运的人实在是少，你们得好好珍惜啊。是。是。农儿，你怎么了？我给你疗伤吧。不用，师公，我可以。上次你顶撞了东七，东七伤了你，你还没有痊愈呢。如今你要急着修炼，这样很容易走火入魔的。我没有选择，师公。如果不想被别人控制，就要自己先强大起来。好了，不要再讲话了，好好疗伤吧。师公，我可以的。站住！你吓死我了！请你好生休养。你到底是来照顾我的，还是来监督我的？自然是照顾。你是纪农哥什么人？为什么对他言听计从的？属下墨尘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那你好好干啊。等等，你不爱少主吗？他连这个都告诉你？那看来你们的关系不只是上下属这么简单吧？你可知他身负血海深仇，却为了你甘愿放下报仇之念，他对你用情极深，你怎么就感觉不到？还要去执着于那个纪宁？他爱的是他妻子秋叶，又不是我。再说，这算哪门子爱啊？不算爱。他为了你放下报仇之念，你说这不算爱？他为了你冒着生命危险顶撞门主，你还说不算爱？那你告诉我，什么算爱？冒着生命危险顶撞门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少主为了救你的性命，逼迫门主拿出解药，为此，少主受了门主一击。我劝他好生休养，但他执意要等你醒来，所以耽误了治疗。原来纪农哥这几日不在，是去疗伤了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老祖正在治疗他，但是他一直在担心你，
所以心神不宁，无法休养。吉农哥，这又是何苦呢？我真是不解，你为何一直对那个季宁念念不忘？在我看来，他并没有爱上你吗？他已经答应跟我在一起了。那又怎样？那也只能说明他没有很爱你。我不许你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我们少主一点不比季宁差，还对你一往情深。住口！我不想听你在这胡言乱语。我累了，我先回去了。站住！近日少主心情不佳，因为临近秋夜的忌日，若是可以，请你善待他。成功了！真的定住了，成功了！木子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这个呢，是我新研究的符箓术，也是定身术。你一个傀儡师，研究符箓干什么？我不是一般的傀儡师，我是未来赤明界域最厉害的傀儡师。所以说呢，我不光得会傀儡，还得会符箓，还有剑法秘术我都要会。那你玩够了吧？可以解了我了吧？怎么解呀？木子说：“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怎么解。”我五峰师尊知道怎么解，我去问他怎么解，然后我就会了。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回来。等我一会儿啊。木子说：“你给我回来！”等我。木子说：“你给我回来！”马上回来。农儿，最近你潜心修炼，少岩师功法进步神速啊！如今已小有所成，可喜可贺啊！师公，您是我父亲的师傅，也是指导我少岩师秘法的启蒙之师。这杯，我敬你。你父亲的天赋可是万里挑一啊！他不到20岁就把少岩师功法炼至大成，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所有的心血，希望他可以早日成为赤明界域的霸主。可世事难料啊！要不是被季氏所害，如今……师公，你放心，所有我爹留下来的遗憾，我来替他完成。我一定会壮大少岩氏，让少岩氏成为赤明界域的第一氏族。有你此番话，老夫此生无憾了。但如今要壮大少岩氏，我们还是要借用无间门的力量。现在无间门还在东七的掌控之下。而现在的我，虽然是跟童鱼和水翼平起平坐，但是要完全掌握无间门，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东七城府极深，稍有不慎，你就会无处遁形，你要慎之又慎啊！是，师公。我还有一句话一直想嘱咐你。啊，师公有话直说吧。你跟九莲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过问。是因为我相信你很清楚家族跟女人孰轻孰重，但是我看你现在已经有些乱了。师公，您放心，这些我心里都清楚。
少主，九莲，她怎么样了？她很好。你怎么了？少主，属下在想，您是真的喜欢九莲吗？九莲，她跟你说了什么？属下只是好奇，在您的心中，您是真的喜欢九莲，还是把九莲当成秋叶的替身？九莲告诉你说，我把她当成秋叶的替身吗？少主，九莲心中有人了，你留得住她的人，留不住她的心啊。墨尘，是少主，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了，别管我的事。请少主恕罪，忠言逆耳，墨尘只是为了少主好。谁？你拿这个攻击敌人有什么用？你吓死我了！还给我！你鬼鬼祟祟干嘛？我并没有鬼鬼祟祟。之前是你说，不许再出现在你面前，那我只好从后面走过来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现在伤已经痊愈了，我要回学宫。我之前答应过你，会亲自送你回去，但能否不是今日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只要你的伤势复原，我一定会亲自送你回去的嘛。可我已经好了，你看，啊，你看啊，我现在就想第一时间立刻马上回到学宫，不可以吗？今天是秋叶的忌日，好吧，那我就陪你过今日。到了明日，我一定要回去。我明白了，难为你了。墨尘，你为什么要在九莲面前多嘴？少主，属下都是为了您好。为了我好？我要你去九莲那里是去照顾她，不是在她面前多嘴。还有，你以为你做这些事情，就真的能改变些什么吗？属下不敢，只是当初老祖把我派到您的身边，就是为了辅佐您一起壮大少妍氏。可是现在，你一心只为了那个九莲。所以现在少妍氏的事情，还要轮到你来教训我？那我呢？老祖，师公，师
是我让莫尘跟着你的。你这样责骂他，莫非你是想借他的口来告诉我，要我不要多事吗？师公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，你只要记住，你身上流的是少严氏的血，复兴少严氏是你的责任，你没有选择，也没有退路。当年你爹在世，也是以此为自己的终身抱负。我知道要为爹报仇，要复兴少严氏，但是这与我照顾九莲，真的冲突吗？你还是不明白，你这样对九莲好，那九莲就是你的弱点。如果有一天，别人抓住你的弱点来威胁你，那时候你怎么选择？少主，您不要误会老祖的意思。只要您和九莲保持距离，这样对您、对九莲都是有好处的。怎么？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属下不敢。就算威胁你，那又如何？对，你说的是。让我再好好想想。你最好想清楚。哼！徒儿，原本以为农儿跟你一样，一心一意要壮大少严氏，可是他总是为了女人。如此下去，让我如何是好啊？我苦心支撑少严氏多年，因我知道你最放不下的就是氏族。要不是因为你的心愿未了，为师已经选择飞仙了。造化弄人啊！龙儿竟然是在季氏长大。虽然他是少严氏人，可是深受季氏抚养之恩。这样少严氏对他来说，只是一个名义的家而已。不行，龙儿，他是你们唯一的儿子，也是少严氏唯一的继承人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把他培养成合格的继承人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我都要他斩断尘缘。龙儿，别怪师公啊！你为什么来这儿？这里是黑白学宫，你怎么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？我拥有这1000年功力，这区区黑白学宫的结界，怎么可能奈何得了我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你走吧。哼，我真是很好奇，你总是那么忽冷忽热，还是只对我一人如此？上次你还怕我受神王责备，这一次又拒我于千里之外。我忽冷忽热是不假，你倒是始终如一，始终在骗我。何出此言？天宝山青楼一事，我本来以为你心存善念，可没想到，你还是跟神王沆瀣一气。我也是一头雾水。
当初是你我一同封印了妖兽，阻止了一场灾难，可如今反而是我的不是了。你还要演到何时？难道你不知道炼制灭世妖兽的时空碎片还存在另一个出口？你为什么要瞒我？另一个出口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神王已经不信任我了？你真的不知道？余薇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绝不会瞒着你。这件事，我当真是一点都不知情。若是时空碎片还存着另一个出口，那灭世妖兽岂不是还有再出世的机会？如此一来，赤明界域便岌岌可危了。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今天我一定要带你走。来，喝酒。